在美国电影《壮志凌云》中，主角阿汤哥驾驶一架 F-14熊猫战机，凭借着高超的飞行技术、过人的勇气和机智的策略，击败了2架俄罗斯的苏57重型隐身无代机，成为了世界空战题材电影中的经典一幕。但万万没想到，这惊险的一幕在现实中居然复刻了，只是这次的主角变成了中国空军飞行员。最近，据央视透露，此前解放军的一架歼16战机跨带1打2，驱离了2架外军隐身战机。在那之后，对方这款战机再也没有在中国近海附近出现过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众所周知，隐身战机对非隐身战机有着代差优势，但这条定律对解放军战机来说可能失效了。10月国庆节期间，央视军事专题片《必胜》就披露了这样一则消息：解放军歼16跨带1打2，击败了外军隐身战机。而这2架战机，有网友推测很有可能是美军的 F-35隐身战机。事件发生在2024年沿海驻训期间，西部战区空军飞行员李超驾驶歼16战机沿领海线巡航时，2架外军隐身战机从远海方向高速逼近，意图以低可探测姿态实施侦察渗透。然而，令外军意想不到的是，他们的行动早已被解放军的反隐身天网全程监控了。空警500预警机在160公里外就精准定位到这2架隐身战机，并通过数据链将信息实时传送给了紧急升空的飞行员李超。如果真如网友推测，这2架战机为 F-35隐身战机，那它作为5代机，本应比4代机歼16更早发现目标，但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。李超驾驶的歼16与外军战机碰面后，火控雷达立即发出滴滴滴的锁定信号，并同时锁定了这2架隐身战机。这一锁定并非简单警示，而是相当于武器系统已瞄准目标，只要触发攻击指令，就能对目标实施打击。突如其来的锁定让外军战机阵脚大乱，僚机试图掉头脱离，而长机则试图撑住局面，反过来对歼16进行锁定。面对这一局面，李超果断操纵战机，猛拉操纵杆使战机垂直攀升，紧接着完成一个精准的同滚动作，直接绕到外军僚机头顶，以倒飞姿态与对方近距离对峙。此时2机距离近到极致，座舱盖之间仅相距10到15米，近到李超能清晰观察到对方飞行员的反应。这种近距离空中对峙堪称空中拼刺刀，比拼的不仅是战机性能，更考验飞行员的技术水平与心理素质。更关键的是，同滚动作完成后，歼16的雷达再次牢牢锁定了2架外军战机，彻底断绝了对方的反抗或脱离可能。最终，外军战机无奈之下只能掉头加速，仓皇逃离中国空域。有意思的是，自此次对峙后，该型号外军隐身战机便再也没有轻易靠近过中国近海。或许有人会疑问，作为4代半战机的歼16为何能对抗5代隐身战机？答案并非歼16单打独斗，而是解放军整套反隐身天网体系提供了强力支撑。这张天网由3层探测力量构成，地面有米波雷达，海上有055型驱逐舰的双波段雷达，空中有空警500预警机，三者协同配合，直接抵消了外军隐身战机的隐身优势，让他们无处遁形。除了体系支撑，武器性能与飞行员素质也是关键优势。歼16搭载的霹雳15导弹射程超过200公里，相比外军隐身战机搭载的 AIM-120导弹射程多出整整40公里。这意味着歼16能在对方武器射程之外率先发起攻击，掌握先敌开火的主动权。而在飞行员素质方面，李超所在部队是全军4铁标兵单位，解放军飞行员年均飞行时长达到150到200小时，与外军顶尖飞行部队水平持平。再加上金头盔等实战化竞赛锤炼出的过硬技术，像同滚、倒飞这样的高难度机动动作，对他们而言早已成为熟练掌握的战术动作。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驱离，分明是给外军上了一堂实力课。别拿你的所谓隐身神话来中国门口瞎嘚瑟，歼16就专治各种不服。
若说歼10C 此前的实战化表现是对解放军空中战力的一次检验，那么此次歼16打开火控雷达，同时锁定2架外军隐身战机，则是解放军体系化作战能力的一次重要体现。值得关注的是，此次事件披露的时间恰逢国庆节期间，彼时国际局势复杂多变，解放军通过公开这一实战化案例，不仅展示了维护国家领空主权的坚定决心，更彰显了中国空军的硬实力。李超驾驶歼16完成的15米近距离倒飞绕顶，不仅打破了外军对隐身优势的迷信，更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空军有底气、有能力守候好国家的每一寸领空。就在小编还在为歼16以1敌2驱离外军隐身战机的壮举庆贺时，10月5日，央视记者再度带来震撼消息，镜头首次走进歼35与歼35A 的专属机库，将处于生产阶段的绿皮机正式公之于众。这不仅是歼35机库的首度公开亮相，更让中国新一代隐身战机家族的双雄阵容清晰呈现在世人面前。歼35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舰载机，是海军实现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的标志性装备。它采用一体化设计，沿用单座双发外倾双垂尾的经典布局，是一款以制空作战为主、兼顾对面打击的舰载多用途战斗机。为适配不同航母的起降需求，它具备双模式起飞能力，既能依托弹射器快速升空，也能通过滑跃甲板实现起飞。这意味着中国现有的3艘航母未来都有望配备这款隐身战机。总设计师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孙聪在接受央视《空天逐梦》栏目采访时，进一步拆解了歼35的核心竞争力。歼35有3大核心技术支撑：一是隐身设计，通过优化外形与材料应用降低可探测性，让对手看不见；二是高度集成的小体积设计，在紧凑空间内实现高信息化水平；三是全适配的起飞模式，弹射、滑跃场景均能应对。他特别强调，隐身是歼35最大的特点，目的就是尽量不被对手提前发现，实现我先看到你，我先打你的战场优势。这在现代空战中至关重要。与舰载型号歼35形成互补的是陆基型号歼35A，两者共同组成空海孪生的隐身作战体系。此次公开的歼35A 绿皮机采用总体气动隐身一体化设计，延续单座双发一身融合、双后掠外轻垂尾与全动平尾的正常式布局，作为隐身与反隐身作战体系的规模化组成力量。歼35A 以制空作战为核心任务，兼顾对面打击能力，既能夺取并牢牢控制制空权，精准打击敌方战斗机及陆海防空力量，也能有效拦截敌方战斗机、轰炸机、巡航导弹等各类空中目标。与歼35不同，歼35A 无需适配航母甲板的苛刻环境，取消了着舰尾钩等舰载设备，更专注于祖国领空的防御守护。这对孪生兄弟的技术源头可追溯至航空工业沈飞自主研发的第5代隐身战斗机技术验证机 FC-31，居民们亲切地称之为古鹰。在沈飞厂区，央视记者独家专访了当年参与古鹰研制的团队成员。据技术人员张国胜回忆，古鹰于2009年10月正式立项，受研制周期紧迫的影响，团队创新采用边设计边发图边制造的并行工作模式，在高强度攻关中不仅啃下了技术硬骨头，更培养出一批顶尖的飞机研发人才。2012年10月，古鹰成功首飞。这一里程碑事件让中国成为了继美国之后全球第2个能够同时研制2款新型隐身战斗机的国家，更为歼35与歼35A 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与人才基础。最后谈及中国战机的未来发展方向，孙聪院士给出了清晰答案。他指出，从歼10、歼15、歼16到歼20、歼35，我国战机研发周期不断缩短，背后是工业制造能力全链条的显著提升，但成本高、升级难仍是亟待突破的瓶颈。为此，他提出了模块化设计的创新思路，将战机拆解为多个标准化模块，发动机、雷达、航电系统、驾驶舱等关键部件均可像积木般灵活拆装替换，既能降低研发与维护成本，也能实现快速升级迭代。你今天领先，不努力，明天就可能落后。孙聪院士的话掷地有声，
想要始终保持行业领先，唯有持续推动技术更新与迭代，这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必然选择。如今，GS35舰载机专注于海上隐身开路，GS35A 陆基战机负责陆地全域警戒。这种空海协同的立体搭配，正构建起中国全域隐身作战网，实现1+1大于2的作战效能。正如军事评论员曹卫东所言，一个负责踹门，一个负责清场，这才是现代战争的正确打开方式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